黑夜告白、佳偶天成、新剧试毒。这几天呢，内娱又抬上了2部大流量演员的主演剧，王鹤棣的《黑夜告白》以及任嘉伦的《佳偶天成》。那3天已经过去了，这2部剧首播成绩到底怎么样？成色又如何？今天我们来看看吧。我们先来说说任嘉伦的古偶《佳偶天成》。这部剧4月25号上线，讲述战鬼族人陆千桥为破5关转生成人，借陆怀身份与修仙者星梅结缘，本想假死远遁，却因星梅替他复仇暴露身份，2人从相爱相骗走向刀剑相向。前2集应该是观众观感最好的2集，因为无论是刻画男女主，描绘他们结缘的过程，还是女主一点点发现男主的真实为人后，因他被凌迟而不平激愤，想为他复仇，故事主线和人物情绪都相对落地，而非一般仙侠剧上来就高来高往的陈词滥调。不过随着这条线越走越远，随着仙门人物一个个冒出来加入混战，随着故事从复仇走向修仙要恪守的道，进而牵扯多重势力的博弈，叙事就与其他仙侠剧差异不大。而制作层面的粗糙更削弱了前期靠设定给出的几分可看性。导演郭虎的打戏也还是那么错，滥用威压全套招，无想象力也无设计感就罢了，时不时还引人发笑。感觉这个导演近几年就是疯狂接单，硬生生失掉了当初莲花楼闯出的好口碑，与他师傅林玉芬的工作态度真是天壤之别。同样是拍任嘉伦，像林玉芬导演就能做到很落地、很细腻，画面很丰富，和演员相辅相成。但这个徒弟就是干巴巴的，一大段镜头演员干站着说台词，啥画面都没有。演员方面也多是减分项。作为与欢瑞的分手剧，再加上年龄上来了，任嘉伦显然已经不是配这种古偶剧了，表现没有什么亮点。王鹤润的妆造完全不适合他那相对成熟的脸，演技也几乎全套路演法，再加上这几年古偶太多，短剧冲击，如果没有创新的剧情，代入感极强的演技和好的 CP 感，基本上就可以抬走了。那下面我们再看看最直观体现商业价值的招商表现。截止12集21广带萝卜。对于今年的古偶来说，这个成绩其实是可以的。大家都知道古偶招商很看男女主，男主虽然有粉丝底盘，但随着转型流量盘在收缩，女主招商助力又相对有限，所以在分销前提下还能撑到第8集才出现萝卜，其实算个小惊喜。网播收视方面，灯塔云和在 10% 区间以内，如果单平台这只能算平播，放在双平台联播里对古偶来说不算理想，如果后劲不足，这个成绩会比较危险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王鹤棣和潘粤明的刑侦剧《黑夜告白》。该剧讲述1997年一桩电梯失踪案将一对师徒刑警卷入迷雾，经历波折，2人也曾陷入迷茫与怀疑，最终揭开真相。目前这部剧只更了6集，还很难下定论。这个案件设定本身其实很有吸引力，谜面是成立的，问题在于剧并没有把离奇拍透。18楼到底有多少房间，多少出口，是否存在隐门，脚印断在哪里，现场遗留了什么，这些本该层层加码的关键线索，大多碎片化抛出，没有被系统梳理，观众难建立完整案情认知。明明很适合用平面图、路径排除，把悬念越讲越悬，结果偏偏一笔带过，有点可惜。王鹤棣演的没问题，但人物设定有些拧巴。新警察设定是学院派，却时而专业术语满天飞，时而冒失到像没受过训练，自洽度稍弱。相比之下，潘粤明那个油滑老民警反倒更稳，松弛里带笃定，是可信的。当然优点也很明显，案件噱头是有的，警方从轻慢到重视的过程也铺得合理，镜头质感、18楼置景都很落地。所以我的观感是谜面有潜力，执行差口气，还没劝退，但也没到让人停不下来。后面如果案情梳理和人物状态能稳住，还有往上走的空间。商业方面，截止第7集，该剧35广无萝卜，这个成绩其实不错。悬疑赛道本来招商难度就高，但潘粤明稳定剧盘，加上王鹤棣流量加持，这套组合在商业端还是打出了效果。招商层面至少站住了。网播收视方面，站内峰值9035，灯塔云和在 7% 以内，首播成绩不能算理想，尤其在这种卡司配置下，
这个成绩还有上升压力。后续最关键2个观察点：第一，什么时候破万？第二，破万能撑几天？如果转化率不改善，破万难度不小。整体来看，2部剧都不是没亮点，但也都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。那你看了哪一部？更推荐哪一部呢？评论区聊聊吧。